Hello，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比赛叫做 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 全国统计学比赛。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介绍之前，先讲一讲，在看完我今天的影片之后，你会得到哪些资讯。首先，这个比赛到底是什么？谁可以参加？接着 Round One 跟 Round Two 是这个比赛有的两个 round，要如何才能进到 Round Two？两个 round 的比赛格式又是什么？第三，我的比赛故事如何一步一步的拿到全国冠军？第四，如何准备这个比赛才可以让你在这个比赛里面拿到更好的成绩？第五，这个比赛涵盖哪些重要的 topic 是你必须要先去看过的？第六，这个比赛的一些比赛贴士，还有我会给你的忠告。第六，这个比赛的 sample question。第七，如何去报名这个比赛？今年的比赛又在几时？好的，那首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的身份将会是在去年的 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 的全国冠军。然后对于统计学方面，我的背景是我曾经在 SSC 宾大 UKM 修读过 Statistic 这一门课，然后长达1个学期。那在 degree 的时候，也有陆陆续续接触到统计学。除此之外呢，不久前刚拿到了 Mensa 会员，智商测试结果156，在不久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那首先呢，统计学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听过统计学这个字，但是不清楚它到底具体是在学些什么的。好，统计学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来的。那数学里面它是有分成2个分支，一个叫基础数学，学的是一些理论而已；而第二个叫应用数学，学的就是数学如何应用在生活中。Statistic 指的就是后者。Statistic 的意思就是我们收集还有利用数据来解决一些现实世界当中的问题。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我会讲 Statistic 就是我们分析现在，然后去预测未来。在 Statistic 里面，我们经常会跟 probability 也就是概率学挂钩。所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假如今天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那你的妈妈呢看到某一个档口很多人围在那里，然后就带着你一起去到那个档口，二话不说就买了很多的菜。这其实在统计学里面我们叫做种数 mod。那同时呢，你妈妈想买的另外一个菜呢，她就走了很多个不一样的档口，货比三家，走完了5个档口过后才选择当中最便宜的一个。这个呢其实叫做大量观察法，叫做 large number of observation。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统计学看起来可能很高深，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谁都会用到统计学的。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及化的，从一字不识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一个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其实人们都在用这统计学。那统计学这个 statistic 这个东西呢，它重要不重要？它未来的前景又好吗？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涉及到统计学。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化的时代，所以统计学对这2个领域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大学生的话，可能你不知道，所以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每一个大学生其实他都会做一个叫 final year project 的东西，就是在你毕业之前要完成的一个 project。一般上这些 project 都会涉及到你要做一些研究或者是一些调查。那这个调查过后，你会拿到一些数据，然后怎样去分析这些数据来达到一个结论，这就是统计学需要给你的一些基础。所以就是统计学非常非常重要，真的是所有的领域都会用到的。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 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 的比赛介绍。好，首先这个比赛谁可以参加呢？只要你是21岁或以下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学生，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你不需要通过学校报名，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比赛它是要通过学校报名，它的后果就会是可能有一些学校它的老师没有这么勤劳，想要愿意去帮助你去报名这个比赛，又或者是如果你是刚 SPM 毕业，你还没有上 Pre-U， 你在那个没有上学的空窗期，或者是 Pre-U 刚毕业还没有上 Degree， 那你就可能觉得你不能参加了，但是 for NSC 这个比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赛进行方式呢，一般有分成2个。在那之前，虽然讲这个比赛是适合17到21岁参加，但是如果你的年龄是17岁或以下的话，其实早一点准备也完全为何不可？那如果你已经超过21岁了的话，如果你对统计学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看我的这一支影片，因为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到底统计学里面我们仔细会学到的有哪一些东西，哪一些 topic。并且会跟大家分享就是 sample question， 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它的解法和答案。所以这个比赛进行方式呢，有分成2个 round， 一个是 round one qualifying round， 会选50个人呢晋级下一圈。那接下来 round two 就是 final round 的，会选前面的10名成为这个比赛最终的获奖者。
那前10名会拿到什么奖励呢？这个是2022年的奖励，第1名会拿到500令吉和证书，第2名是350令吉，第3名是200令吉，那第4到第10名是50令吉。当然这个钱其实不太重要啦，因为真正我们参加比赛最主要我们要拿到的是可能那份荣誉，或者是这个比赛会对我们自己的影响，除了你拿奖很开心之外，就如我刚才所讲的，统计学现在越来越重要。如果你今天有这一个统计学的，比如全国第8名的这个成绩，你去申请一些比如奖学金啊，或者你以后要去某个公司做工，你去面试啊，你告诉你的那个面试官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对你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统计学的人才。所以这是这个今年的这个奖励。而这个奖励其实它是 depends on 就是那一年找到的赞助商是怎样。假如明年2023年的奖励会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在2021年，就是我侥幸获得全国冠军的那一年呢，我的这个奖金其实是600块的。那在疫情之后呢，其实有蛮多的这些比赛，它的奖金都有一些微微的下降，但是不用担心，因为钱其实它就是一个其次的东西啦。那可能未来还会慢慢的提升。好的，那 Round 1跟 Round 2的比赛的格式到底是什么？首先 for Round 1的话呢，它是线上进行的。它的题目呢，无论是 Round 1还是 Round 2呢，它都是完全以英语进行的。So 它是可以使用计算机，不像很多的奥数比赛，因为统计学考的跟数学是不一样的东西，它要考验你的是如何去 apply 你的东西，而且它会有不少答案是那种有很多小数点的。如果你没有使用计算机的话，会非常麻烦，因为可以想象在现实生活中 ，statistics 就是一个 apply mathematics。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不会这么完美，通常都有很多小数点的。那比赛时长是2个小时，一共会有2个 section。Section A 呢是有8题的选择题，每一题是2分。Section B 是8题的 subjective question。所谓的 subjective question 就是你的那个答案呢是没有选择题，但是你需要 type 一个号码进去的，这个号码是会有可能是小数点的，所以每一题会比较高分，是每一题3分。那往下 Round 2的比赛格式，其实Round 2的比赛格式呢，首先是关于线下进行呢，就是它会在 USM 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时长一样是2个小时，所以它会有2个 section， 这2个 section 呢其实是不确定的，因为每一年的这个 Round 2的那个比赛格式都会有一些不同，那他们官方其实也还没有告诉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格式是什么，但是这个是根据我去年，因为我去年有参加这个比赛，并有晋级到 Round 2，那 Section A 呢，那时候是有5道是非题 ，True False Question， 每一题是5分。当然，它并不是你回答 true 你就可以拿到5分，或者是 false 就可以拿到5分，它是你需要给长长的解释为什么这个答案是 true， 为什么它是 false，that's why 它的分数会这么高5分。那 section B 就更加恐怖了，就是你会有5道的很像作文这样子的题目，每一题是15分，它的题目会比较难，所以这个难的题目呢，你会需要去写很长的算式，或者是一些很像写作文这样解释为什么这个答案是这样子之类的，所以这是 Round 2的比赛格式。讲完比赛格式之后，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个人的在 NSC 这个比赛的比赛故事。那其实呢，我在2019年就已经第一次参赛了。201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 Pre-U， 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这个比赛，我对于它的 question 会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那我也不懂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参加这个比赛，结果到最后就非常遗憾的我输掉了，而且不单是输掉了，连 Round 2都没有晋级到，所以第一次参加比赛。通常我个人呢，我每次第一次参加比赛，我的成绩都会不好的。那来到第2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话说回来，2020年呢，其实我本身在输掉这一次比赛过后，我就非常的不甘心，想要再继续的参加多一次。那2020年的时候，非常的遗憾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比赛呢被停办了1年，所以我就很想参加，但是又没有机会参加。直到2021年这个比赛回来了，然后我就很兴致勃勃的去参赛了。然后在第2次参赛的时候，因为有了比较多的经验，也大概知道题目长什么样，知道要如何去准备这个比赛，所以通过这个经验的总结，让我在第2次参赛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成功拿到了这个冠军的奖项。如果在看到这个影片，你其实非常幸运，因为有一个过来人去跟你分享你的经验，那你就可以从我的经验中学习，那在这一次比赛中拿到更好的成绩。关于我的比赛故事呢，其实我在那时候刚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有去做了一支影片，放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拿到冠军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大概7分钟的影片，有空的话你可能可以在看完这个影片过后，去看看我的这个故事，里面有讲过了，所以我这边就不讲太长。那往下，这是去年的这个比赛成绩，拿到了第1名，然后这是我的比赛证书，证书的右下方这边还有写一个 No.1。
那往下我们来讲一讲，如果你要参加这个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如果你对这个比赛有兴趣的话，那你要如何去准备这一项比赛？首先呢，官方呢，他们其实是有 sample questions share 出来给大家的，就是叫做 warm up your brain， 让你的脑热身。所以这些题目呢，这个等下我会再讲。那第二个东西你要做的就是读书，读什么书呢？当然是统计学的书。读的书里面要有什么内容？我会在这个影片的比较后面的部分跟大家讲到底哪一些重要的 topic 是你不能放过，哪一些重要的 topic 是你一定要读过的。我们先讲这个 warm up your brain。由于这个比赛 NSC 是在2017年就开始第一届，所以它有每一年都会放几道这个题目出来，那一共就有30出的题目，所以这是它的网站，不用担心你在这个 video 里面你 click 到这个网站，但是我会把它放在我的 video 的 description 里面，所以你可以在我的 video 的描述栏那边找到这个网站，你 click 进去就有了。同时这个网站也会就是你也可以在里面找到报名这个比赛的链接。那它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官方会 share 一道 question 给你，然后过后也会 share 一道 solution 给你。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找到所有的 question 跟 solution。所以这个 question 跟 solution 呢，它就是一个 sample questions for 到底 NSC 会怎么出。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题目它的这个 solution 是有些它是直接告诉你答案，有些是它告诉你那个算式，但是可能它算式是比较没有这么容易看懂的。我自己其实每次在尝试去做这些 sample question 的时候，我通常第一次看它的 solution 我都是看不懂的，我要看很多遍才原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如果我懒惰先 try， 然后我直接看它 solution， 我根本看不懂，然后自己先做，然后我有时候会发现我的 solution 就是我会觉得是比较容易想到，相比起他做的 solution。So 这个 solution 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参考，但是如果你不是很明白它的 solution 的话，你可以不妨自己尝试去找答案。好，那在这个 NSC 的比赛里面呢，它覆盖的 topic 有5个重点，一个是 data description， 一个是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hypothesis testing，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到底这5个 topic 它们分别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会在这个影片的后方跟大家去交代每一个 topic 会覆盖什么。那一般上呢，我在为大家做比赛介绍的时候，如果能力许可的话，我都会为大家推出一些比赛相关的课程。这次也不例外，这次我已经自己做好了一个叫做统计学课程的东西。那这个统计学课程呢，其实我筹备了真的非常的久，超过半年在准备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到底是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那这是一个付费课程。它的课程详情是，这是它的 course structure，它会有2个部分。这个视频课程呢，它是需要8个小时才上得完的，就是讲，这个所有的视频加起来，它的长度是8个小时，大概是1个周末可以完成的课程。所以还有2个部分，一个叫理论知识，一个叫实战解题。Part 1理论知识呢，是我本身就特地为了这个课程，为了更好的帮到大家，我去写了一本的课本，是电子课本，46页。那还有呢，会有一个视频讲座，就是有37个不一样的视频，一共5个小时，跟大家讲解统计学你需要去了解到的知识。那 Part 2是实战解题，用的就是NSC 的 sample questions， 会有33道加的题目。那也会有解题视频，就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跟大家讲解每一道 sample questions 它的解法是怎样，然后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东西，用怎样的方式去做这些题目。那这个解题视频呢，它的总共时长是总共3小时多一点点。So Part 1理论知识方面呢，就是有课本和这个视频讲座。那是我亲自写的46页的统计学电子课本，用的这个就是在统计学里面非常重要的 topic， 当中也包括 NSC 所覆盖的所有 topic， 就包括 data description、combinatorics、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还有 hypothesis testing， 一共5个 chapter， 用教科书式的方式帮你掌握 NSC 所需的所有知识点，当中也包括一些在你日常生活中很有用，就是会帮到你的这个增长自己统计学知识的东西。那留守影片到最后，因为就算你没有要购买我的课程的话，我也会就是送你一些的东西。那这个视频讲座呢，会是以我自己编写的课本为教材，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每个这个统计学的 subtopic 分开去录制这个精短的讲座，用高效碎片式的学习方式，让你可以学习还有复习统计学。所以这是我课本，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是16页。So 左边这边呢，是我其实也花了蛮长时间做出来的 table of contents， 方便你只需要在旁边这个3条线，你按下，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你要去到的那个目的地。这是我的课本，这是我录的一个影片。
所以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那这个课本呢，这边是它的 table of contents，so 它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它的内容了。它的内容一共有5个 chapter。那回到我们的这个 table of content，其实我也有做了很多 hyperlink， 你只需要 click 你想要去到的 subtopic， 它就会自动带入你到那个你要的目的地了。OK，so 这是所有的这个我的统计学课本的内容。那当中有这个 sample question， 所以你按这个左上角这边你就会找到这个direction， 它可以 direct 你去到你要的那个 subtopic。比如我们这边只需要一 click 你就到你的地方了，这是电子课本的一个好处啦，它非常的方便。然后我在我的课本也装了很多的 hyperlink， 可以帮助你就是很快的 click 一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去到我的那个就是我的 video lecture， 跟你讲解到底那一个知识点是什么来的。所以这是我的 video lecture 的目录，那当中一共有37个视频，总共是大概5个小时的时长，所以我有做好这个目录表，方便你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有空的时间去看。比如讲，因为它的这个视频是不像那种2个小时一个 video， 3个小时一个 video 那种长长的 lecture， 而是几分钟一个 video 的，就比较方便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比如你在等车或者等朋友之类的，那你想要看1-2个视频充实自己的碎片时间，其实非常有用。或者是你在半夜睡觉之前，那你可以就是很累了，不想学习，就是不想读书啊，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用简单的方式去教你统计学。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 duration， 比如你要看10分钟的话，你可以把 number 1到 number 3看掉，第2天你还要看10分钟，因为这个第4个 video 比较长，所以你可以看1个就好，这样子方便大家去看完这些解题视频。所以我的这个课本和这个视频课程的特点呢，就是会尽量的用最简单还有易懂，然后白话的方式让你明白统计学。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去看过一些统计学的课本的话，其实它会用很多深奥的term，用很深奥的方式去跟你解释。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统计学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统计学很难，看不懂。但是我本身在看书的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书要写到这么复杂，我就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你讲解。那当然我也会用一些有趣的例子，因为例子才可以加深你的记忆。除此之外呢，也会告诉你就是统计学我们如何运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那如何把统计学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So 还有2个特点，其中一个是我会就是专注在 formula 方面因为很像 NSE 这个比赛，它是不会在比赛的时候给你 formula list 的，你需要把它记在脑袋的。So 实际应对的方式是不高效的，相反的，我会告诉你每个 formula 它其实是怎样来的，其实都很容易，就是你一看到这个 formula， 下次在上了我的课程过后，你就知道这个 formula 怎样来，然后你就自然而然记得这个 formula 了。除此之外，你会解答几道关于统计学很有趣的一些问题，就是我本身在读书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些问题是我想到，但是课本根本没有解释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就去找了很多的资料来为大家讲解这个可能你在读统计学的时候也会遇到的问题。So 第一个特点呢，关于 formula 方面会跟大家讲解的一些 formula， 当然就包括这个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包括这个 probability multiplication rule 会等于 PA 乘以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The probability of B occur when A occur。还有这个 NPR 跟 NCR per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其实很多如果你本身已经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话，那你如果有拿 MI 的话，你就有读过这个 formula，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就是你不懂这个 formula 是怎样来的，因为很多学校老师其实他就灌你 formula， 教你要用这个 formula， 他根本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 formula 要怎样，为什么它会长这个样子，其实是有原因的。那这个是 expected value。expected value 的这个 formula 呢其实 expected value 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它在很多的游戏或者是那种需要遇到运气的东西，它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看过一个叫李永乐老师，一个中学蛮出名的一个网红老师，他经常会放一些视频，就是关于概率的问题等等，所以他其实会用到这个 expected value。假如你有刷过他的视频的话，可能有一些的同学会觉得，哇，他讲的好像很头头是道，可是我怎么好像听不明白听不明白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对这个统计学和概率学的一些基础的 concept 还不够了解，所以当那个李永乐老师讲到 expected value 这个期望值这种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 blur， 所以就是学好统计学呢，其实也可以帮到你，哪怕你只是滑一个 YouTube， 你都会帮到你，就是明白你滑到的是什么东西。那还有这个呢是 binomial probability， 一样你的学校老师一定是只是关你这个 formula， 没有跟你讲这个 formula 是怎样来的，但是我一定会跟你讲这个 formula 是它怎样推导出来的。顺带一提我的这个统计学课本呢，它是用英文
就是我会用英文来写，除了每一个的这个 term 我会补上就是它的华文注释。但是呢，虽然我是用英文来写课本 ，OK， 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首先 NSC 这个比赛它本身就是全英文的，再来上了就是大学啊，或者是 Pre-U 啊，一般上我们都是用全英文来上课的，所以用英文会比较适合。但是在我的讲解里面，我是用华文来讲解的，就会比较简单易懂。会解答一些有趣的统计学问题，就包括，比如如果你有看过 mean， 就是平均值的话 ，mean 有2个不同的符号的，一个叫 mu， 一个叫 x bar。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符号呢？除此之外，为什么 variance 还有 standard deviation 呢？这些东西，它有时候它的 formula 写除的是 n， 有时候除的又是 n 减1，这2个 formula 有什么不同？几时要用哪一个呢？除此之外，为什么同样是 probability， 在我们做 multiplication rule 的时候题目我们直接把它2个东西拿来乘就可以了。但是在 binomial probability 的时候，我们却需要把 binomial coefficient 纳入考量。为什么要这样子嘞？除此之外，为什么在 hypothesis testing 里面5% 会是被公认最被广泛被接受和使用的 significance level 呢？就这些种种的问题呢，我都会把它就是覆盖在我的课程里面跟大家去做解答。那课程的第2部分是叫做实战解题，就是有包括了题目和解题视频。So 一共会有33道 Warm Up the Brain 的官方 sample questions， 在2017年到2022年之间的这些题目，我有为它做了讲解。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特点在于就是我本身就有花一些时间去根据这个题目的类型它是属于哪一个 chapter 还有它的难度，去重新整理这个题目次序。我会给你另外的建议，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不是从2017年开始做到2022年或者倒反，而是你可以先做，比如2018年的第1题，然后第2道你可以 try 的题目是2021年的第5题之类的，就是我根据它的那个题目类型重新编排它的次序，所以难度会有3个，从简单到难的难度，每一道题目会有标明 subtopic， 方便你随时遇到不懂的 concept 的时候可以参考回去我写的那一本课本。然后还有附加几道的这个就是2021年 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 Round 2的题目跟我的解法，因为官方他们放出来的题目其实多数是 Round 1的，他没有什么放 Round 2的题目出来。其实身为参赛者，我们是不太可以去就是把题目带出考场，或者说去把这个题目宣扬出去的。所以我在我的课程里面，我也不会完全就是把那个题目一字不漏的跟大家讲，而是我会把题目改成另外一道题目，用的是一样的解题方式，只是我会换题目，然后跟大家讲就是 Round 2的题目会怎样。所以 that's why 我在前面有写到33++ 的题目。这个是我的这个 sample questions 的目录。那我会 sort by chapter， 也有 sort by year， 你 click 进去我的课本里面的 link， 你就会 click 到那个已经授权于你的这个文件夹，所以里面会有这些所有的 video， 很轻易的就可以让你就是找到。好的，那关于这个课程呢，可能我这次讲的会比较长一点，因为这个课程我真的准备了非常久，所以整个课程的里面的东西我会尽量让它做得很完美，然后就会有比较多不同的东西，比如增加一个课本，这是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没有写过任何的课本的，这次课程的一个就是增加给大家的东西。那如果你有兴趣购买课程的话，首先可能你会好奇课程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课程的价格由于课程的价格在日后是会慢慢提高的，所以我是不太方便在这个影片透露，那等下会告诉你可以在哪里看到我的这个课程价格，但是可以先透露给你的就是在这个 Round 1的这个比赛之前，9月3日之前，如果你购买我的课程的话，你将可以享有这个早鸟优惠，庆祝这个课程的这个 launching， 还有庆祝这个比赛。那 17% 的 discount 你将会得到，就是你会折扣 17%。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在这个课程准备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把它推出来，我本身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的，同时又庆祝这个就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去对这个统计学有兴趣，或者去学习统计学，所以呢，首20位购买我的课程的这个学生将可以另外享有就是额外的 30% discount， 所以这个 30% discount 是在 17% discount 之后的价格再扣多 30% 的一个 discount。OK， 所以这是关于课程价格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兴趣购买我的课程的话，步骤如下，你可以在影片的 description 里面找到我的课程的这个宣传网站，在这个网站里面也会有标明它的课程的价格。So 里面会明确的告诉你如何去联系到这个客服，它会有一些 button， 你一按它就会 direct 你到 WhatsApp， 然后你就可以询问或者是直接购买这个课程。那在下单之后，我在24小时内为你开通这个课程，所以你会得到就是电子课本 PDF 视频讲座还有解题视频。那在购买了这个课程过后，我其实也有
额外录制了一个上课前必看的 introduction video， 主要是会在视频里面提及我建议的上课次序，还有要怎样去上我的课才可以上到更好。就比如包括你应该先做的是先看课本的内容，在看课本的同时去看我的这个video lecture， 然后才去做这个 sample question。当中也会教你就是如何使用所有的链接，因为在我的电子课本里面，其实电子课本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就是你鼠标一 click 它就可以带你去其他的地方。我有设计了很多这种 hyperlink 是可以帮助你更高效的学习。那我都会在这个 introduction video 里面跟你讲到底每个 link 在哪里，到底我的课本有哪些隐藏的 link 是你 click 了过后会带你去到哪里的。好了，那以上是关于我的课程，如果有兴趣购买的话，记得尽早，因为只有10个会有更多的优惠，10个早鸟优惠。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NSC 重要的那5个 topic， 到底他们每一个 topic 是什么？当然我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因为我本身自己做了一个课程，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编排的这个次序会比较熟悉，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编排方式去跟大家讲每一个 NSC 重要的 topic 到底有什么 subtopic。所以这是 NSC 的 topic 有5个 chapter， 5个 topic。那我本身的这个课程的编排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其实只是我的 data description 在 chapter 1， 然后 chapter 3、4、5就是它那边写的第2、第3、第4个点。所以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呢，我把它放在了 chapter 2， 因为我觉得它是比较需要先去学习的。所以 combinatorics 这个东西呢当中就包括了 per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还有一个叫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这是我觉得虽然官方并没有讲我们需要去掌握这个东西，但是我在做他们的 sample question 的时候，还有我在自己做一些很多 statistic 的 question 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这个 PIE 这个很重要的 concept， 其实它对于很多道的问题它都会有帮到，所以掌握好这个 PIE 的东西会帮到你去解到更多的题目，于是我把它也放进了我的课程编排一起教大家。所以我们现在会chapter by chapter 的跟大家讲，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 National Statistic Competition 的话，你需要覆盖的 topic 有哪些，而我会用的就是我课程本身的目录。那这是我的课程 Chapter 1 Data Description， 所以主要可以分成2个，一个是 Central Tendency， 就是关于我们去研究一组的 sample data 当中，它中间的那个 data 有什么特点，会学到的是 Mean、Median 跟 Mode。那还有第2个部分是 Measure of Variation 的意思就是 How widespread the data is。所以我们的这个 data 有些 data 跟另外一个 data 它的 mean、median 跟 mode 都相同，但是有一些 data 它的这个就是它会比较散播的比较广，所以它的 variation 就会比较多。那我们会学的是 range、variance 跟 standard deviation。So for variance 跟 standard deviation 呢，它主要在 round 2它会比较喜欢问， round 1会比较少，但是 mean、median 跟 mode 在2个 round 都会比较喜欢问的。所以这是关于 chapter 1， 那也会给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到底 population 跟 sample 是什么，它的差别又是什么。那 mean variance standard deviation在 population 跟 sample 里面又有什么不同。Chapter 2呢就是 combinatorics， 会额外教大家就是这个关于 PIE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也会为大家去介绍在这个比赛里面经常会用到的 set 跟 Venn diagram。So for 这个 chapter 的第2个 part 就是官方自己有讲需要去覆盖的一个 chapter， 就是 per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会跟大家讲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我有设置了一些不同的 sample question 就是不同的 level， 慢慢的循序渐进，遇到更难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做。那 Chapter 3呢，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东西是 probability，so 会有一些 rule of probability， 比如 complementation rule、addition rule 跟 multiplication rule 是可以很大程度帮到我们去解答问题的。那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它讲的就是当你有条件的时候，当你一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它如何影响到第2件事情 ，so conditional probability。那 Chapter 4是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可以无视那个 tree diagram 不小心做成黑色，那只是一个不小心。So for 这个 chapter 呢会给就是你需要去明白到底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是什么。然后还有 Chapter 4.2 expected value，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期望值。So expected value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蛮广泛的，比如为什么在赌博的时候人们讲赌博的人会10赌9输，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 expected value。在看完了这个过后，可能你以后就会远离赌博，或者说你在面对赌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赌场永远都是赢家。So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 statistic competition 里面，它是真的是很喜欢问，所以它是蛮重要的一个 topic。那里面会教大家一个阶梯思维，叫做 tree diagram， 还有 binomial 的 probability 的 formula 是怎样来的，要如何去应用，还有这个比较少人，就是蛮多人会忽略的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binomial distribution 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 chapter， 所以 chapter 5这个东西讲真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中学生，或者你是一个 pre-U 生，你是没有拿过 statistics 这个课程的人，或者你是一个 degree 的学生，然后你拿的科系并跟 statistics 是没有关系的科系的话，那这个 chapter 对你来讲肯定是一个焕然一新的 chapter， 里面会学的东西都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你会觉得到底是什么？看这个 hypothesis testing 呢，如果我要告诉你 hypothesis testing 是什么，我可能需要10多20分钟的时间来跟你讲解。So 我这边尝试用一句话来跟大家讲 hypothesis testing 的意思就是，通常在统计学里面，我们经常会用一个 sample 去 estimate 一个 population， 就是讲这个 population 可能马来西亚人有3000万个，那我如果要做一些调查，我不可能对3000万个人都做一个调查，这样会很浪费我的时间和我的金钱。所以我会做的事情是，比如我抽其中的1万个人去对他们进行一些调查。所以在这1万个人里面，我进行的调查的结果，我去 estimate 我的这个 population 的结果到底合不合理，要怎样才合理。还有就是给大家多一个例子，就是 hypothesis testing 就是说，比如今天马来西亚一个很出名的零食叫做 Superring 的工厂的那个厂商他就告诉我们讲，它的每一包 Superring 呢，它是60克的平均，就是平均每一包有60 gram 的 Superring 在里面。那今天可能你是一个很纠结的人，你买了这个 Superring 回家过后，你就开起来，然后你放在你的秤上面，你去称是不是真的是60克，结果到最后你发现它是58 gram， 你就讲58 gram 它不是60 gram 然后你就要去控告这个厂商之类的。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如果你拿回家称，几乎不可能会拿到60 gram 准的，可能你拿到 59.8 gram， 你拿到 60.01 gram，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它是很难可能会拿到60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难道每次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厂商永远就会是输家，他不管怎样做，他都不可能达到60 gram 的时候，他就要被你控告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在 statistics 里面我们会学 hypothesis testing， 就是讲我们会去学到底这个60 gram在哪一个 range 里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range。比如你讲 60.1 gram 到 59.9 gram 之间的话，那我们在 statistics 里面我们会讲它是相等于60 gram 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它的 range 又是多少？这个东西我们会在 hypothesis testing 里面就是整个 chapter 讲到。因为我相信如果在这边把每一个 subtopic 这样子跟你解释，可能也是比较麻烦。相信你也不太听懂，因为还有很多新的term。因此呢，为大家准备的其中一个福利就是，我会把我的 hypothesis testing 的第一堂课，所以我有10堂课嘛，第一堂课就是 the concept of hypothesis testing，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视频课程的这个statistic course 的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什么是 hypothesis testing， 你可以直接去看我的那个 video。没有记错的话，我那个 video 是17分钟，因为这一课的东西它其实就比较复杂一点，你可以自己尝试去看一些 statistic 课本，但是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是正常的，你需要就是看很多次，然后尝试去理解它。So 这个是关于 hypothesis testing。那在我的课程的话会是10堂课去跟大家讲解，这个真的是全新的东西。So 以上就是这些NSC 的这个所有的重要的 topic 了。那往下要给大家一些比赛的贴士还有忠告，就是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给大家的贴士就是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可能Round 1的题目会比Round 2的难。因为Round 1的题目通常你可以这样子想，很多的比赛呢，如果你是那种有选择题的题目啦，它都是会比较难的，因为都给你选择了，他就会觉得你比较有机会答对，他就故意把题目挑难一点。而那种需要你写没有选择，甚至需要你写长长的算式的题目，他就会觉得哇，他都让你写这么难的算式了，那我就 Q 简单一点题目给你。OK， 这个 concept 在 NSC 这个比赛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Round 1的题目会稍微比Round 2的难。因此你在做Round 1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哇好像很多题目不会做的话，不要 demotivated， 可以继续尝试的去做，总会有遇到一些你会的题目，然后也可能运气方面你总是会digam中几题的，所以不要气馁。OK。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比赛的时间我觉得是挺少的，因为每一题都是计算的，很多计算的题目，特别是Round 1的题目比较多，所以要把握时间。如果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可以先挑掉。那计算机的使用呢，因为在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有很多小数点的答案。So NSC 他们会在比赛开始之前就直接跟你讲的，比如我们要3个decimal places， 就是3个小数点。So 如果讲还要3个小数点的话，你在算的过程当中，你就直接用3个小数点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你会差 0.001 的这个 error， 就是你在换算的过程中，就是你在就是 rounding 的过程中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要如何避免这个
这个 error 呢，它的方式就是如果还要3个小数点，你就先做4个小数点，做比它多一个，到最后你拿到最终的答案的时候，你才把它做回，就是扣掉最后一个小数点。比如你可以进位或者不进位，那你就会大大的减少你做这个 rounding rule 的这个 error。因为比如 round 1的话，它是线上进行的，它是用电脑去批改的，所以哪怕你的答案只是差0.001哦，那你错就是错了的 ，OK， 所以要小心。除此之外，如果你要猜答案的话，有些题目你真的不会，然后你又没有时间想啊，所以通常如果是计算的题目的话，答案通常不会是 none of the above，OK，这边有点带波 none of the above， 所以这是一些比赛 tips 的忠告，然后会跟大家分享就是4个在解答统计学方面的问题，也包括 NSC 里面的问题，一些很好用的解题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分 case。遇到一个题目，我们分成不同的 case，然后最后再把答案加起来。等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些，就是一个 sample question 会用到一些解题方法的。第二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用的就是 try small case， 就是有一些题目它要求它给你一个很大的号码叫你去算，那你其实可以想象，假如我不要直接挑去题目要我找的那个，我先 try 一些很小很小的 case， 比如题目要你找就是10个东西会怎样，然后你就先找1个东西会怎样，2个东西会怎样，3个东西会怎样，然后可能从中你会找到一些 pattern， 帮助你推算，如果我照着这个 pattern 继续延伸去第10个的话，我就找到答案了。那还有就是 tree diagram， 就是比如在做 probability 之类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 tree diagram 的方式来去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然后它有多少种可能性，它分出来的分支又有多少，所以这是一些好用的解题方法。当然我这边没有任何的例子讲，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悬，不是很听得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之后就会马上用一个 sample question 来跟大家讲解到底刚才这些解题视频不好意思，刚才的这些解题的思路，你可以用的解题方法，它怎样套用在这一道 sample questions 里面，基本上每一个刚才讲的那4个，其实你都可以用到。So 这个 sample question 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你也大概明白到这个 NSC 它会问的题目是大概长什么样子的。OK， 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2022年今年的这个 NSC 的题目。那题目是有关 per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的，所以我们先看题目。Jasmine has prepared 10 shirts and 10 skirts for 10 dolls。给我来写一些字。So 这个 OK， 我们有10个衣服，还有10件裙子，然后我们有10个娃娃。所以在这些东西里面，它告诉我们要为这个娃娃穿上衣服和裙子。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则，它的规则是讲我们一定要先穿上这个 shirt，skirt 裙子在穿上的时候 shirt 必须要已经穿上。换句话讲，对于每一个娃娃，你一定要先为他穿衣服，你才可以为他穿裙子。什么意思呢？那我马上为大家带来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讲今天它的题目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等一下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娃娃的话，那这个娃娃你会为他先穿衣服，然后你才穿裙子。如果你今天假设我们有2个娃娃，你为第一个娃娃穿了衣服，接下来你是不能为第2个娃娃穿裙子的，因为第2个娃娃他的衣服还没有被穿上，所以你能做的事情是 either 你先为第2个娃娃穿衣服，或者是你为第1个娃娃穿裙子。比如其中一个走向就会是，可能你先为他穿衣服，然后接下来你就为其中一个人穿裙子，再为最后一个人穿裙子，所以你就 set 了。所以它的重点在于你不能为一个还没有穿衣的人穿裙。然后题目问的是，如果今天你有10个娃娃，它的那个可能性有多少？这个题目的答案是很大的。如果你看选项，你就会发现到，哇 ，20 factorial， 它是一个就是很大的数目。那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可以用 try small case 的一个解题思路。So 首先呢，我有假设我们有10个娃娃嘛，我们把题目改成只有1个娃娃，那我有多少种就是穿上他的服装的方法呢？答案是只有1种而已，就是你为他先穿衣服，接下来你为他穿裙子，就只有1种。OK， 只有1种方法，就是先穿衣服，衣服叫 shirt， 裙子叫 skirt， 先穿衣服，然后穿裙子。所以这是只有1种方法。那如果你有2个娃娃呢？这个其实就比较复杂。所以假设我们有2个娃娃，那我为他们 label 一些东西。假设讲第一个娃娃穿上衣服，第一个娃娃的衣服叫做 A，
第一个娃娃的裙子叫 B， 第二个娃娃的衣服叫 A 叫 C， 第二个娃娃的裙子叫 D。所以我们有 A C B D 这4个不同的字母，我们要去把它拼凑起来做成一个组合。我的意思就是讲一个次序，从 A， 比如从 A 到 B 到 C 到 D 是一个次序，那到底有多少个次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东西。嘿，那要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去用就是想要去用这个 tree diagram 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就是这是第一个人第一个娃娃。So for 第一个娃娃的话by the way 你也可以用就是分 case 的方法。刚才我们解题方式的第一个，你可以分成，假如你 start from 第一个娃娃 ，OK， 我们 start from 第一个娃娃，然后我们 start from 第二个娃娃 ，so 分成2个 case。So 假如我们 start from 第一个娃娃的话，我一定是 start from A 这个字母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娃娃现在什么都还没穿上，我一定要为他先穿上衣服。所以穿上 A 了过后，我接下来就有2个可能性了。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tree diagram，tree diagram 就是很像分支树。你在穿了 A 过后，你可以直接穿 B 了 ，OK， 就是你先为 A 穿完所有服装，那接下来你就只剩下第二个娃娃了。第二个娃娃呢，你一样，因为他还没有穿上衣，所以他必须要先穿上衣，才穿上那个裙子。就这是其中一条线路。那刚才我们做的是，我们如果从 A 直接去 B 先，那除此之外，从 A 你也可以直接先去到第二个娃娃的 C 的。如果你从 A 去 C 的话，就代表现在2个娃娃都已经穿上了他的上半身的衣服，但是他们的这个下半身是还没有穿上裙子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选，你要先去到 B， 还是你要先去到 D， 其实都可以，因为他们都已经穿上衣服了。所以如果你先去 B 的话，最后你踩到 D， 如果你先去 D 的话 ，B 就是最后。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得出，我们一共有3个不同的可能性。同样的，如果你 start from 2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直接乘2的，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们这边可以尝试把它写出来。如果你要从2号娃娃开始的话，你就是 start from C 咯。start from C 的话，一样你可以直接先把它自己穿完，然后才去到隔壁的那一个娃娃 B。同时，你也可以直接先在穿上第二个娃娃的衣服过后，直接跳去第一个娃娃的衣服，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样有2个选择了。一个选择是你先把，比如你可以先把第二个娃娃穿好，然后你也可以先把第一个娃娃穿好。So 做完这一堆东西过后，我们得出，如果题目问的是2的话，那我们的这个 case 答案是6。如果题目问的是1，答案是1。所以从这里，可能你已经可以尝试去找一些 pattern。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尝试找3个的话，用这个比较不聪明的方法 ，list 到完的方法，到底你会拿到多少？然后从中找 pattern， 你就可以用到 try pattern 的那个方法。所以我刚刚讲的方法其实是有一些题目呢，你可以用其中的一些方法，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OK， 那往下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另外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题目问的是什么，然后它大概会怎样的答案了。So 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规则，我把题目再改一改，改成我有20个服装，或者讲我10个衣10个裙，但是我不需要先穿衣才穿裙的话，那我的答案会有多少？其实这个就会比较容易。OK， 就是答案会是 4 factorial。OK， 补充一点，如果看这影片的你是还没有学到 factorial 的话 ，factorial 的意思是，比如是 factorial 就是1乘2乘3乘4。OK，so 你会把1乘2一直乘到那一个号码为止，它就叫 factorial。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很占位置，我们用一个像是感叹号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把它写了。所以乘到了你会拿到24会是那个答案。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尝试 list 出来。为什么24会是答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24呢，就是你可以从 A 去到 B， 从 A 去到 B 先穿衣再穿裙，你也可以直接 start from B 然后去 A 了。先穿裙才穿衣也是可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把题目改成这个是符合规则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如果题目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会拿到这个答案。我们直接用 4 factorial 就会找到答案了。Depends on 我一共有多少个服装。OK， 那我们这时候就来想想，如果题目没有限制以及题目有限制，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它们的差别其实就很简单而已，就是先穿哪一个的次序，它会有双倍。OK， 我的意思是，下面这个深蓝色的这个部分，这个24的答案它是把先从 A 去到 B， 包括先从 B 去到 A 2个，它都有纳入考量的。所以假如我们想办法去 list 完这24个 case， 其中的2个就会是可能 A、B、C、D，
然后 BACD。OK，so 假如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 group 的话，会有其中的一半，这个 group 的一半的成员会是 AB 倒翻成 BA， 所以这个 BA for 我们这题是有限制的，我们是不要的。与此同时，当然我讲的这个是包括其他的 case 啊，举例你今天有 ACBD、BCAD，OK， 你在做这个24的时候，你是把这全部的东西都有 list 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的东西是 A 一定要在 B 的前面，这个 A 确实有在 B 的前面，这个是我们要的，但是这个 B 是在 A 的前面，这是我们不要的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你会发现当其他的号码固定的时候哦，这个 A 和 B 跟 B 和 A 它会有两个，一个是 A 线，一个是 B 线，那我们只要一个，所以我们这整个 process 我们只需要除2，就是我从下面深蓝色的东西我除2会拿到上面的东西，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完，因为旁边这个 CD 也是有一样的限制的，所以你会在历史完所有的 case 过后，你会发现有一些 C 先踩到 D 的，有一些是 D 先踩到 C 的，其他人一样。那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只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也就是 C 先踩到 D， 另外一个我们是不要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要的规则。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for AB 那边我们要除2，扣掉一半的 case；for CD 那边我们又要再除2，扣掉另外一半的 case。所以一共我们需要除2次。所以刚才这一道题目呢，如果把题目改成只有2个娃娃的话，我最终的答案我可以写成怎样？我可以写成我先找，如果我没有任何限制是 4 factorial， 那因为我有2个娃娃，他们的这个衣服和裙子不能调转，所以我需要除2 for 2次，所以我拿到的答案就是这个。如果你去算出来的话，你会拿到24除4，那就是6。So 从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几乎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们题目要找的东西，题目要我们找的是今天有10个，而我们已经其实找出它的 formula 了。那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你可以 pause 这个 video 去想一想，到底 ABCD 哪一个是你的答案？如果你已经 get 到了的话，那答案其实就会是，我有10个娃娃，我有20件服装，所以我有20个服装是我可以去编排到底先穿哪一个，代照哪一个。如果我没有任何限制的话，我的答案是20 factorial， 但是我是有限制的，每一个娃娃它是不能对调的，所以我 for 每一个娃娃我需要除2一次。2个娃娃我就要除2次，3个娃娃就要除2 3次，10个娃娃呢我就要除2 for 10次，我们可以直接讲它 power 10，就是2重复10次，所以这个就会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which is 这个 C。OK，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道题目呢，其实还是蛮难的，在我的这个课程编排里面，我是把它放成 level 3的一道题目，就是比较复杂的一道题目。So但是它其实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4个方法，就是解题方法，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也可以把它变得很简单。So 就是一道跟大家分享的 sample question 啦。好的，那讲完 sample question 呢，来讲讲就是今年这个 NSC， 以及如果你有兴趣参加 NSC 要如何去报名。So for 今年的 NSC 的话，它的比赛的这个日期呢是在2022年9月3日，还有24日 ，Round 1跟 Round 2都是在星期六。So 这个比赛报名费是20令吉，那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description， 在那边会写这个报名的链接给你。然后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参加今年的这个 NSC 的话，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在8月14日 ，which 距离我这个影片刚放上去的时间是蛮接近了的，所以如果有兴趣报名的话，要赶紧行动啦。那当然。假如讲你在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毕竟我这个影片上的有一点迟，所以如果你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过了8月14日的话，不要灰心，假如你的年龄还许可的话，你可以明年再参加，因为我里面这个整个影片讲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干货，其实并不是专门 for 2022年的 NSC， 而是 for 一直以来还有未来的 NSC， 它的这个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用我给你的这些忠告，这些准备 NSC 的方法来准备就是接下来的年的 NSC 也会是非常有效的。好啦，那在我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前，给大家在就是前面 promise 大家的一个小小惊喜，就是我会免费分享我这个统计学电子课本的第一个部分，就是 Chapter 1给你，就是无论就算你没有购买我的课程的话，我也会 share 给你。当然，主要是在分享给大家的同时，也顺便给大家看看我的课程的 sample 是怎样。可能你看到我这个就是我的电子课本写的觉得容易懂的话，或者有解答到你的一些内心的疑问，那可能你对我的课程有兴趣，对于我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宣传。So 这个要如何拿到这个免费的这个 Chapter 1呢？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课程网站上面找到，就是这个免费的 share 给大家的电子课本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课程网站呢，我一样会把它放在这个影片的 description， 可以在那里找到。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这个分享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比赛介绍影片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这些比赛分享。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你对这个 NS 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上面询问我。就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预祝大家比赛加油希望大家会爱上统计学，谢谢大家。